对劳动法令稍微有点概念的读者们都应该知道，其实对于雇主来说啊，要主动请一位员工离开，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一般的情况下，除了依照劳基法第11条规定资遣之外，再来就是当劳工有恶意行为的时候，可以依照劳基法第12条的规定，不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其中最常见的呢，可能就是第1项第6款的规定，也就是以劳工连续旷职3天，或是1个月累积旷职达到6天而依法解雇。这部影片呢，就想来分享一下有关于认定员工旷职的一些细节。我们在影片的后段呢，也会提供我们独家取得的主管机关解释令给各位参考哟。嗨，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依照我过去的经验啊，不管是还在劳工局服务的时候，面对一些雇主的咨询，或者是现在担任顾问期间，听过很多客户的反应，都会小小的抱怨啊，劳基法是不是都只有保障劳工而已？对于资方来说啊，有时候真的会感到有点不平。然而啊，实务上劳资关系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其实都是不对等的。因此，政府制定法令来保障相对弱势的劳方，坦白来说，应该也是无可厚非的吧。当我被问到有没有保护雇主的法令时啊，通常我就会举出劳基法第12条的规定，让大家知道，其实在劳动法令中还是有少数保障雇主权利的条款，也就是当劳工有所谓的恶意行为的时候呢，雇主便可以依法不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而且也不需要去支付资遣费。依照劳基法第12条的规定，当劳工有法令所定的这些严重行为的时候呢，雇主便可以不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也就是不用再给员工谋职准备的时间了，基本上就可以直接请他离开走人。从法令的要件也都看得出来，其实都是非常严重，会影响到劳资双方信赖基础的行为，雇主才可以直接开除员工。或者我们可以说，当找不到除了开除以外的方法来去避免劳资双方有更严重的冲突时，雇主这个时候才可以考虑依法来终止契约。在第12条的规定中，举证上最为轻易的，应该就是第12条第1项第6款所明定的无正当理由继续旷工3日，或是1个月内旷工达6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不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因为只要客观上可以证明员工确实有无故旷职的事实，然后再搭配出勤记录排班表等等证据，应该就比较不会出现认定上的争议。不过也要注意一下第2项的规定，也就是雇主应该要在知悉员工因为旷职而有达到解雇要件的30天之内去提出终止契约，否则超过这个时效的话，法律上可能就会认为雇主已经放弃了想要依照这个理由开除员工的权利了。再具体一点来说，当员工在连续旷职的第3天，或者是1个月累积旷职达到第6天的时候，便会从知悉的隔天开始起算30天的除斥期间。如果雇主想要因此而解雇员工的话，就需要在这30天之内向劳工表达明确的解雇意思表示。实务上雇主为了要在事后举证自己确实有在除斥期间之内提出解雇，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寄出存证信函，然后正式函告劳工是因为哪一个理由而依法将他开除。接着呢，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有关于连续旷职的认定方式。不过在这边想要先说一个前提，那就是这部影片所讨论的旷职，指的是劳工无正当理由而整天没有出勤的情形。依照劳动部过去的解释令，如果员工是因为忘记打卡或者是迟到早退的话，其实跟这边所提到的旷职的情况不同，雇主当然也就无法据此而依法开除员工了。回到主题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雇主因为劳工旷职达到法定要件而解雇，相对是比较容易举证的。可是实务上还是会出现一些认定的争议，特别是在旷职的连续性到底该怎么样判断。过去就曾有劳资双方有不同的立场，所以以下我们便依照法定的要件分成2种情况来分享一些看法。第一个是当员工有连续旷职3天的认定方式，这个其实应该是很直观的，也就是只要员工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之下，该上班的3天都连续没有出勤的话，就可以据此认定有达到可以解雇的条件。不过假如员工是连续2天旷职，然后接下来又遇到了例假或休息日，然后再到下一个工作日才又继续旷职，这样子也会有符合连续旷职3天的条件吗？这点早在民国75年内政部还在主管劳工事务的时期，就曾经有提出相关的解释了。法令所说的继续旷工，指的是员工在实际工作日有连续旷工的情形，并不会因为遇到例假休息日的间隔而阻断了它的连续性。不过雇主也不能把例假休息日并记在旷职期间之内。
简单来讲啊，就是要区隔出每天不同的性质，然后以约定的工作日来去认定是不是有达到连续旷职3天的情况。就像我们画面中的范例，假设劳资双方约定的休息日跟例假分别是在每个礼拜六跟每个礼拜天，而且刚好某一个周五啊又是遇到了国定假日，那么当员工在有出勤义务的周三、周四有无故旷职的时候，接着呢经过了连续假期，到了下周一的工作日仍然没有正当理由又旷职的话，雇主便可以依法来终止劳动契约了。不过也顺带提醒一下，如果是月薪制的劳工，在这个案例中的国定假日啊、休息日跟例假都仍然要照常给薪，所以不能因为认定他后面都旷职了，就径自扣除了这3天的薪资。第二个部分呢，要讨论的是1个月内旷职达到6天的情形。假如雇主是以员工在1个月内累积旷职达到6天来解雇，因为不用讨论连续性的认定，理论上应该是更没有争议才对。然而啊，法条中所说的1个月该怎么样去认定，也是会让有些人产生疑惑的地方。究竟呢是要依照一般人所认为的单一月份，也就是每个月的第1天到最后1天，还是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认定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参考以下的解释令。劳动部在88年就曾经做过解释，法令所说的1个月，指的是从员工第一次旷职之日起，依例计算1个月的期间之内，当有累积旷职达到6天的时候，就会符合不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的条件。再更精确一点来说啊，当我们知道员工第一次旷职之日是哪一天的时候呢，就可以依照民法第121条第2项前段的规定，找到下个月的相对日是哪一天。那么前1天呢，就会是计算1个月的最后1天了。我知道刚刚讲的好像有一点复杂了，那我们就具体的举例来给大家参考看看好了。就像我们画面中的案例，假设某个员工第一次旷职之日是在113年的12月5号，那么依照前面所说的解释令呢，就应该要从旷职的第1天起算1个月，最后1天呢，则是相对日的前1天。因此，劳工只要在113年12月5号到114年1月4号的期间之内，有连续旷职达到6天的话，雇主便可以依法不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了。最后啊，我们就回到影片标题的后半段疑问。从前面的解释令跟说明来看，我们既然知道了例假、休息日都不能阻却旷职的连续性，那么如果员工连续旷职的期间之内有请假的话，雇主是不是也可以主张不能阻断连续性呢？或者应该说，员工透过请假的方式，主张自己并没有连续旷职3天，进而认为雇主不可以因此而开除自己，这样子的说法究竟是不是合理的呢？具体举个例子好了，假设员工跟雇主是约定每个礼拜6日分别为例假跟休息日，周1到周5则是工作日。那员工在前1个礼拜啊就已经申请了下1个礼拜2的特休假，结果到了当周的时候，却从周1开始就无故旷职，直到周5的时候才回来工作。这样子，雇主可不可以主张劳工有符合无正当理由继续旷职3天而把他解雇呢？又或者说，劳工是不是可以主张自己并没有继续旷职3天，而主张不应该被开除呢？如果依照前面所提到的解释令逻辑来看，我认为应该是不能阻断连续性才对，也就是本案的雇主呢，应该是可以依法终止劳动契约的。不过为了求慎重起见呢，我们又再次特别用 Workforce 劳动力量的名义发函去向主管机关寻求解释，并且有得到了明确的回复。先补充一下，由于我们公司所在地的主管机关是高雄市政府劳工局，所以主要也是由高雄劳工局来回复我们。但是他们回复的时候也附上了劳动部的相关说明，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央跟地方的看法其实是一致的。劳动部在回函中有明确的指出，连续旷职3天者，该连续应不受例假日、国定假日及劳工请假获准之日之阻却，因此便可以印证我们的看法其实是没错的。在上面所提到的案例中啊，即使劳工已经有请假，但本质上还是有在约定工作日连续旷职3天的事实，所以雇主在这个时候呢，还是可以依法在除斥期间之内不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简单来说啊，就是这种情况之下，雇主是可以合法开除员工的。这边也顺便提一下，虽然我们案例之中啊，大多都是以固定休6日的员工当作举例，但这个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概念而已。就算是采用排班制或是变形工时制度的企业，其实只要厘清工作日以及例假、休息日的性质，认定的逻辑啊都是一样的。
我相信大部分的员工啊，其实是不敢任意旷职的，除了会影响到当天的薪资之外，更可能会因为前面所提到的法定规定而不小心丢了工作。而且如果有导致雇主受到损害的情形时，更可能会面临到损害赔偿的责任。总之啊，这部影片的目的是希望让劳资双方更加清楚实务上对于因旷职而遭到解雇的认定标准，但当然啊，都不要用得上是最好的啦。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内容啦。如果有什么样的意见的话，都欢迎在留言区提出来跟我们讨论哦。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